吕雉刚刚下葬，诸吕就准备作乱。消息泄露后，刘襄便从齐国起兵，准备攻入长安。那么，吕产和吕禄会如何应对？长安城里的陈平和周勃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？刘恒又是如何继位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诛杀诸吕及汉文帝登基。吕产听说刘襄已经从齐国发兵，就立即命令灌婴引兵去迎击刘襄。灌婴便引兵到达了荥阳，然后他就停止不前了，并且还派出使者去通告刘襄及其他刘姓诸侯王，要和他们联合起来，共同讨伐诸吕。刘襄收到消息后，便屯兵于齐国的西部边界，等待着约定的时机，再共同出兵。再来看朝中的大臣们，周勃和陈平准备与诸侯王里应外合，可此时诸吕已经夺取了周勃的兵权，没有军队是难以成事的。所以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周勃的兵权。陈平听说郦商的儿子郦季与吕禄的关系要好，于是他就与周勃合谋，挟持了老臣郦商，逼迫他的儿子郦季去劝说吕禄交出兵权。郦季按照陈平给他教的说辞，对吕禄说：“你身为赵王，而率兵留在京师，必然会受到大臣和诸侯王们的猜忌。如果你能把军权还给太尉周勃，让吕产也归还相国的大印，然后你们俩只要都能回到自己的封国，大臣们必然心安，骑兵也自会撤走。这样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做个一国之王，这不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好事吗？”结果吕禄还真就相信了郦季的话，准备把兵权交给周勃。可当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吕产和吕氏的长辈们时，却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吕禄就又犹豫不决了。趁着吕禄犹豫的时机，陈平又设下一计，那就是伪造诏书。掌管皇帝符节的季通已被陈平说通，他谎称是奉皇帝之命，允许周勃进入北军的营垒，然后又让郦季和典客刘阶去找吕禄。典客是九卿之一，专门负责朝廷与诸侯王之间交往事务的官职。他们对吕禄说，皇帝已经下诏任命周勃代管北军，让您立即交出将印，前往封国，否则将对你降罪。吕禄觉得郦季是不会欺骗自己的，于是就解下了将军的印绶，交给了典客刘阶。之后他便离开了北军。周勃进入北军的军营，对将士们说：“拥护吕氏的，请袒露右臂；拥护刘氏的，请袒露左臂。”结果军中将士们全都袒露左臂，表示拥护刘氏。就这样，周勃顺利地取得了北军的指挥权，但南军还掌握在吕产的手中。此时陈平让刘璋也前来辅佐周勃，周勃就让刘璋坚守军门，让曹竹去告诉统帅宫门的禁卫军，不许相国吕产进入未央宫的殿门。此时吕产还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了北军，准备入宫去发生叛乱。可当他带着人来到殿门时，却被拦住了，无法入内。南北两军就在此展开了对峙。曹竹担心阻挡不住吕产，赶紧前来请示周勃。周勃此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战胜诸吕，所以还不敢公开地对诸吕宣战，就让刘璋率领1000名士兵，以入宫保卫皇帝为借口，来到了未央宫的门口。他看到了吕产后，便立即率兵发起冲击。此时突然天空狂风大作，吕产所带的党羽和亲信也都慌乱了，不敢接战搏斗，吕产逃走。刘璋等人就一直追逐吕产，追到郎中府的厕所时，将吕产杀死，然后返回北军汇报给周勃。周勃得知吕产已死，就立即派人分头去逮捕所有的吕氏成员，之后便将所有的吕氏男女，无论老的少的，全部都给处斩了。樊哙的老婆吕须被施以笞刑，最终拷打致死，连同儿子樊抗也被诛杀了。11日，吕禄也被逮捕后斩杀，随后又派人杀死了燕王吕通。至此，吕氏家族的势力已全部被铲除，接下来就是商议该由谁来继承皇位了。因为小皇帝刘弘是吕雉立的，皇后还是吕禄的女儿，所以陈平和周勃等大臣们就宣称，刘弘以及刘泰、刘武、刘昭4人都不是汉惠帝刘盈的亲生儿子，应当全部被废除。那么新皇帝该立谁呢？首先是有人提议立刘襄，因为他是刘邦的长孙。可第一个起来反对的
就是琅琊王刘泽。他说，刘襄的舅舅嗣君是个非常凶残和暴力的人，如果立了刘襄，必定又是外戚专权，不就等于又扶植了一个吕氏集团吗？有人提议立刘长，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。当时刘邦征讨韩王信叛乱的时候，路过赵国，当时的赵王是刘邦的女婿张敖，刘邦大骂张敖无能，张敖便将自己的宠妃赵姬献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刘邦，之后赵姬便怀孕了。可赵姬在生下了刘长后就自杀而死了。之后刘长就一直是吕雉一手带大的，等英布被杀后，他被封为了淮南王。因此作为吕雉带大的他，当然也就不被大多数的大臣们所接受了。有人提议立刘恒，理由是，一方面刘恒本人在薄姬的教导下非常的低调，而且广施仁义；另一方面，薄姬一直不受刘邦的宠幸，在朝中没有根基，而且薄姬的出身低微，家族里也没有人做高官，这就避免了外戚专权的事再次发生。还有，刘恒是刘邦的亲生儿子，而且是在世的儿子里最为年长的。于是大臣们最终决定由刘恒继承皇位。商议完毕后，就派刘璋前去告诉刘襄，诸吕已灭，他可以罢兵回国了。刘襄听后心灰意冷，便率兵返回了齐国，同时也派出使者去迎接刘恒回京继位。可当刘恒见到使者时，并不是开心，而是担心。他担心这是朝中的大臣们给他设下的陷阱。他赶紧与属下商议，可属下也是两种意见，无奈刘恒只能采用占卜的方式来决定吉凶。结果占卜的卦象却是大衡，意思是大衡所列，纹路正当，卜卦的人马上即可做天子。于是刘恒便决定进京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还是步步为营。他派舅舅伯昭先回长安探听虚实，他在后面缓慢地行进。在距离长安城还有50里的时候，他又派宋昌前去探路。等宋昌来到魏桥时，发现丞相以下的所有官员全都前来迎接了，他就赶紧返回高陵去回报刘恒。刘恒这才来到了魏桥，在这里接受了群臣们以臣礼拜见了他，他也谦逊地回拜。太尉周勃则跪着送上了天子的玉玺，但刘恒辞谢说，等到了长安城再议吧。刘恒就在众多大臣们的拥戴下，来到了长安城代国的官邸。在此期间，他5次辞让后，终于同意即皇帝位。刘肥的3儿子刘兴居本来是支持哥哥刘襄的，现在为了寻求立功，就主动请缨，去将少帝刘弘赶出皇宫，送出了长安城。随后刘恒便选择了良辰吉日，住进了未央宫，继承皇位，即汉文帝。公元前180年，24岁的刘恒离开代国，前往长安登基为帝。可是他在铲除诸吕的过程中寸功未立，朝中也没有亲信和党羽，而宗室子弟里却有比他功劳更大、更想做皇帝的诸侯王。那么大臣和诸侯们能够臣服于他，让他坐稳皇位吗？居功自傲，刘兴居和刘长发生叛乱。刘恒从代国来到长安时，只带了宋昌和张武等6名心腹。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，他就紧急部署。首先，他任命宋昌为卫将军，统领南北2军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，巡查保卫皇宫。随后，他就颁布诏令，大赦天下，给铲平诸吕作乱的功臣们加官进爵，对之前被吕雉贬斥的刘姓王公们则恢复爵位和封地，快速地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同年10月，封周勃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，冠英为太尉。对于周勃这个大功臣，他不仅是给赏赐和封官，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周勃的儿子。然而周勃却一点都不懂得低调，每次退朝的时候总是一副骄横的模样，似乎不把刘恒放在眼里，但刘恒还是依旧对他礼遇有加，经常是目送着他离开。此时周勃的属下袁盎就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，引火烧身。如果继续这样行事，恐怕时间不久就要迎来灾祸了。周勃听后猛然间醒悟了过来，顿时感觉到后怕，于是他立即上书向皇帝谢罪，并请求辞去右丞相的职位。刘恒也爽快地就答应了。可1年后，因为陈平去世，
刘恒又将周勃叫了回来，任命他为丞相。这时，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，不回自己的封地，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的负担。刘恒下诏，让所有的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，可列侯们却找出各种的理由，就是不回去。刘恒非常生气，他找来了丞相周勃，让他做个表率，带头回到自己的封地。就这样，周勃当上丞相仅10个月，就被刘恒免职，赶回了他的封地绛县。可周勃回到封地后，只要有郡守或郡尉前来巡行，他就因为害怕，总是身披铠甲，还带领着手持兵器的家人接待郡守或郡尉。他的这个举动，马上就有人上书告发他有谋反之心。刘恒听后，马上下令逮捕周勃。周勃的家人一面请求他的儿媳妇，也就是刘恒的女儿说情，一面给刘恒的舅舅伯昭送去了很多的财宝，委托伯昭向太后薄姬求情。薄姬知道后找到了刘恒，直接抓起头巾就扔向了刘恒，对他说：“你不想想，周勃曾经身挂皇帝的印玺，还掌管着北军，那个时候他不反，现在身居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反倒要谋反吗？”刘恒连忙向薄姬谢罪，立即释放了周勃，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。就这样，周勃有惊无险，回到了自己的封地，于孝文帝11年寿终正寝，在绛县去世。再来看另外几个功臣，刘肥的3个儿子刘襄、刘璋和刘兴居。刘襄是第一个从齐地起兵反抗吕氏的，刘璋在长安城杀死了吕产，刘兴居则送走了小皇帝刘弘。3个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而且陈平当时还许诺他们，等铲除了吕氏，他就向新皇帝建议封刘璋为赵王，刘兴居为梁王。可后来刘恒被立为了新的皇帝后，就觉得他们当初之所以舍命立功，其实是想帮助自己的哥哥刘襄继承皇位的，因此对他们的封赏就给强行的压了下来。第2年，刘襄去世了。刘恒这才给刘璋和刘兴居封王，将刘璋封为城阳王，刘兴居封为济北王。可这2个地方原本都只是个郡，而且还是从刘襄的封地里给切出来的。不久之后，刘璋也去世了，就只剩下了刘兴居。他对这个封赏是极为不满的。很快，他的机会就来了。公元前177年，匈奴大举入侵汉朝。刘恒让灌婴领兵前去讨伐，为了鼓舞士气和稳定军心，刘恒也亲自前往太原督战。这样，长安就空虚了。刘兴居觉得机会来了，他便举起了反叛的大旗，公开造反。刘恒得知后，立即命令柴武率领10万大军前去平叛，结果只用了几天，这场叛乱就被平息了。刘兴居也被俘后自杀。再来看刘长，刘长是刘恒最小的弟弟，也是唯一还存活着的兄弟，因此就对刘长非常的宠爱。公元前177年4月，刘长到长安来朝觐，陪同刘恒一起打猎。等打猎完毕后，刘长就带着人去求见沈亦基。结果等沈亦基一到，刘长直接从袖子里抽出铁锤，将沈亦基当场就给砸死了。之后，刘长赶回宫里，脱衣露背，主动向刘恒自首请罪。刘长之所以如此痛恨沈亦基，是因为当年灌高刺杀刘邦不成，反倒连累了张敖的家人全都被打入了死牢，其中就有张敖献给刘邦的宠妃赵姬。这时赵姬已经怀孕，赵姬的弟弟就想通过沈亦基告诉吕雉，赵姬怀的是刘邦的龙种，希望能高抬贵手。可当吕雉知道后，醋劲大发，怎么可能救他呢？最终赵姬在牢房里生下刘长后，就含恨自杀了。当刘邦得知此事后，悔恨莫及，就将刘长交给吕雉来抚养。等刘长长大后，就对沈亦基和吕雉一直怀恨在心。此时有了刘恒的宠爱，他便将沈亦基给杀害了。可仇是报了，他也犯下了死罪。没想到的是，刘恒竟然赦免了刘长。从此刘长就威名远扬，无人敢惹了。等回到封地后，他变得更加的张狂，竟然在自己的封地内颁布法令，驱逐朝廷派遣的官吏，自己直接任命国相以及2000担以上的官员。按理说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，可刘恒却全部都给批准了。这使得刘长更加的有恃无恐，
还在自己的封国里给大臣们封爵位。这下刘恒实在坐不住了，这俨然就真的成为一个小朝廷了。刘恒让舅舅伯昭给刘长写了一封书信，委婉地告诉他，可别步了刘兴居的后尘啊。可刘长接到书信后，不但不收敛，还立即召集了70余名骨干，开始策划造反之事。最终，他组织了40辆战车，从谷口县发起突袭，准备进攻长安。同时，他还派出使者去游说匈奴和芈月一起作乱。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刘恒时，刘恒还是半信半疑，让刘长亲自到长安来说明情况。没想到刘长还真就来了。可经过官员们的调查后发现，刘长的造反确有其事，证据确凿。即使这样，刘恒还是下令特赦了刘长的死罪，撤销王爵后流放到蜀地的邛崃山驿站。于是刘长就被装入了囚车，送往蜀地。这时郎中袁盎就对刘恒说，刘长是个软硬不吃的主，如果他要是在去往蜀地的路上万一给死了，那么你这个当哥哥的不就落了个杀弟弟的名声吗？刘恒听后马上就醒悟了，赶紧下令让把刘长带回长安来。此时押送刘长的囚车已经走到了雍县，押送的官员接到命令后赶紧打开囚车，可刘长早已绝食而死了。刘恒后悔莫及，下令将囚车沿途各县的渎职官吏全部处死，以侯爵的礼仪将刘长安葬于雍县，并设立了30户人为刘长守墓。就这样，刘恒继位才短短的几年，就有2个诸侯王叛乱。那么，为了防止诸侯王继续作乱，刘恒又会如何应对呢？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虽然已被平息，但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依然存在。那么，刘恒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？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恩怨已久，那么到了汉文帝时期，面对匈奴的进犯，汉朝又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汉文帝分化诸侯及抵抗匈奴进犯。贾谊，一个少年天才，才20岁出头就受到了汉文帝的重用。28岁时，他便给汉文帝献上了陈政事书及著名的《治安策》。《治安策》被称为西汉第一雄文，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架构，包括对抗匈奴、重农抑商、重儒抑法、尊卑有别等各个方面。他不仅提出了问题，还都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。他用极长的篇幅说明了诸侯王必反的道理。不但异姓王会反，同姓王也会反，之所以不反，只是因为诸侯王暂时还不够强大，因此必须要分割诸侯王的权力，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。但可惜的是，因为他的才华过于出众，而且他的这些提议又损害了大臣们的利益，因此受到了周勃和灌婴等大臣们的嫉妒和排挤，导致汉文帝也不得已逐渐疏远了贾谊。最终他抑郁而亡，年仅33岁。伟人曾为他写下诗歌《七律·咏贾谊》。他的论著虽然在当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，但对后世却影响深远，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。当然，汉文帝虽然没有完全推行他对诸侯王的改革，但还是用2个诸侯国做了试点。公元前164年，齐王刘泽去世，因为刘泽没有子嗣，于是汉文帝就趁机将齐国一分为6，算上之前已经分出去的城阳国，一个强大的齐国彻底被肢解为了7个小国。刘长去世后，他又将淮南国也一分为3，分给了刘长的3个儿子，封刘安为淮南王，刘伯为衡山王，刘赐为庐江王。解决了诸侯王的内忧，我们再来看匈奴的外患。匈奴与汉朝的恩怨由来已久。公元前200年，刘邦率领32万大军征伐匈奴，本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之患，没想到刘邦本人竟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，差点性命不保。之后便开启了汉匈和亲的先河。公元前192年，也就是刘邦去世的第3年，匈奴的冒顿单于突然给吕雉写了一封情书，对吕雉说：“我生在荒山草泽之中，长在放牧牛羊之地，我多次到达汉朝的边境，好想去看看中原的繁华。现如今你没有了夫君，我也独自一个人生活，我们2个国君都很寂寞，不如我们一起生活，各得其乐。”面对如此轻佻的国书，不仅是对吕雉的莫大侮辱，也是对大汉王朝赤裸裸的挑衅。
吕雉立即召见陈平、樊哙、季布等大臣们商议对策。樊哙愤怒请命，愿领10万精兵荡平匈奴。季布马上说，樊哙说出这种话，就应该立即拉出去斩了。高祖当年率领32万大军，尚被围困在白登山，不得已才采纳了娄敬的核心政策，换取了短暂的和平。现如今，我们还没有从秦末的乱世中彻底恢复过来，怎么能再动刀兵，置大汉王朝的安稳于不顾呢？况且匈奴本来就是蛮夷禽兽，何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呢？最终，吕后听从了季布的意见，忍下了这等奇耻大辱，给默读回信说：“单于，你没有忘记我们这个小地方，还赐以国书，实在是受宠若惊。可我现在年老色衰，牙也掉了，走路也不稳了，单于可千万别误听了他人的不实之言，耽误了自己。”吕雉不仅礼貌地回复了默读的挑衅，还赠送了车马等礼物给匈奴。默读收到回信后，也立刻道歉说：“我不太了解中原的礼仪，所以写信冒犯了您，幸好您能宽宏大量，宽恕了我。”就这样，汉朝和匈奴之间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，但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却依然不断。到汉文帝即位后，对待匈奴也一直采取的是克制忍让的态度，避免与匈奴大动干戈。公元前177年，也就是刘恒即位的第3年，匈奴的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，率领数万大军侵占了河南之地，并且进犯上郡，直接威胁着长安。汉文帝派遣灌婴率领8万5千名骑兵开赴高卢迎击，右贤王退走，汉朝也不再追击。公元前174年，默读单于去世，由其儿子姬玉即位，即老上单于。老上单于上任后，汉朝又选派了皇族之女去做单于的胭脂。陪同公主一同前往的宦官中行月不想去，但选上了他就不得不去。于是他就对汉朝怀恨在心，到了匈奴就投靠了单于，成为了匈奴单于的重要谋臣，反过来对付汉朝。而汉朝方面也出现了一个人，要用一系列的方式解决匈奴之患，他便是晁错。公元前169年，晁错写下了严兵誓书，上奏给汉文帝。他提出要用以蛮攻蛮的策略对付匈奴。匈奴最擅长的是骑兵，而汉朝的骑兵不可能是匈奴的对手，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引进外援，建立匈奴级的兵团。在险阻的地区，由外籍兵团出击，平原地区则由汉朝的战车和弓箭进攻，两者合一，互相支援，才可构成万全之策。接着他又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，即守边劝农书和牧民食色书。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，抢完了就跑，而汉朝人要想打他，农民就不得不放下农活，商人只能停下生意，军人只能背井离乡。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百姓搬到边塞去居住，平时耕种劳作，战时保家卫国。为了鼓励百姓前往，前几年的所有吃穿住行全部由朝廷无偿赠送，同时奖励开垦边塞，免其税赋，并且愿意去的人，有罪者赦其罪，无罪者败其决。从此便开启了屯田政策的先河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也为后来彻底解决匈奴之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公元前166年冬，汉文帝的强边政策才刚刚实施了1年多，匈奴就再次来犯。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进攻北地郡，匈奴大军攻破了巢纳、萧关以及彭阳。在烧毁了中宫后，前锋直抵雍县和甘泉，距离长安不过200多里，直接威胁着大汉王朝的统治中心。汉文帝立即任命周谷和张武为将军，发车千乘，骑兵10万，驻守在长安附近，保卫京城。同时拜卢清为上郡将军，魏赤为北地将军，周造为陇西将军，张相如为大将军，董陟为前将军，各路大军从上郡、北地、陇西发兵，共同迎击匈奴。部署完毕之后，汉文帝突然宣布要御驾亲征，这可吓坏了诸位大臣，幸好在薄太后的干涉下，刘恒才放弃了这个计划。最后汉匈双方苦战了1个多月后，老上单于才退回到了塞外。公元前160年，老上单于去世，由其儿子君臣单于继位。
2年后，他便率领6万骑兵，兵分2路进攻上郡和云中郡。刘恒急忙任命，另免为车骑将军，率军进驻飞狐；以苏毅为将军，率军进驻勾柱山。张武则屯兵于北地。另外，以周亚夫为将军，驻军于长安西南的细柳园；徐立率军驻守于长安北的棘门，刘礼则驻军于灞上。这样就沿着渭水3面保卫长安。匈奴见汉朝防守严密，不敢冒进，1个多月来就一直在边境上徘徊。汉文帝立即下令主动进攻匈奴。匈奴见状，抢劫了一番后，便全都撤走了。就这样，面对匈奴的屡次犯边，汉文帝一直采取的是克制忍让的态度，一边休养生息，一边厉兵强国，特别是屯兵牧马的政策，为后来大规模的反击匈奴提供了重要的保障。而大汉王朝要彻底解决匈奴之患，还需要2代人的努力。七国之乱是如何发生的？都有哪些诸侯王参与了这次反叛？此时各地的诸侯王又都是谁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汉文帝驾崩及七国之乱的起因。公元前179年正月，年仅10岁的刘启正式被立为了太子。这时吴王刘濞的世子刘贤来到了长安城，汉文帝就让太子刘启亲自去陪着刘贤游玩。可是2个小孩谁都不服谁，在一次下棋的时候产生了矛盾，刘启直接拿起棋盘砸向了刘贤的脑袋，不料刘贤竟当场就断气了。这下刘启彻底慌了。可刘恒比他还要慌，连忙派人将刘贤的遗体送回吴国安葬，并去慰问吴王。可到了吴国后，刘濞勃然大怒，说道：天下都是刘家的，既然世子死在了长安，那就直接埋葬在长安好了，何必还要送回吴国呢？于是就把刘贤的尸体又给原路送回了长安，以表示不满。从此刘濞就一直称病，再也不来长安朝见天子了。公元前157年6月，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，享年45岁。临死前，他写下遗诏，让丧葬之事一切从简办理。就这样，一个伟大的帝王悄然离世，埋葬于霸陵。他即位以来，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，励精图治，节俭朴素，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序幕。他废除了从商鞅开始的连坐法，以及从先秦以来就施行的肉刑。肉刑主要指的是5刑，即墨刑、役刑、废刑、宫刑和大辟。汉文帝将所有的这些肉刑统统改成了笞刑和杖刑等，就是抽鞭子或者是打板子。同时他减免税赋，将土地税从15税1减为了30税1，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也减为了每3年只服役1次。同时他还是24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，他亲自为自己的母亲搏击尝药，深具孝心，因此他的谥号为孝文皇帝，即汉孝文帝。6月9日，太子刘启即位，即汉景帝。同时册封伯妃为皇后，伯妃是他奶奶伯太后给他选的伯氏之女，但伯妃至今还没有生育，因为没有嫡子，所以也就暂时没有立太子。公元前155年，也就是汉景帝2年，御史大夫晁错给景帝上书了削藩策。他表示，如果削藩，诸侯王可能会造反，但不削其实也会反，所以提前削藩，到时候即使反了，祸患也会小一些。于是汉景帝就采纳了晁错的建议，准备削藩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下此时的诸侯王都是谁。燕王是刘泽的孙子刘定国。汉文帝即位后，将琅琊王刘泽改封为燕王，到刘启即位时，传到了他孙子这一代。代王是刘恒之子刘参。刘恒即位后，先是封刘武为代王，后来刘武被改封为淮阳王，就将刘参封为了代王。再后来，由于刘一坠马而亡，又将刘武改封为了梁王。赵王是刘友的儿子刘遂。齐地的7个诸侯王，除了城阳王是刘肥的孙子刘喜外，其余的6个全都是刘肥的儿子。淮阳王是刘启的儿子刘虞，楚王是刘交的孙子刘戊。淮阳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则是刘长的3个儿子。长沙王是吴瑞孙子的孙子吴柱。武王则是刘邦2哥刘仲的儿子刘濞。刘恒在位的时候，准许民间铸造钱币，
并开放了山林川泽，致使民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矿产、渔业、造盐等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。当然，也因为这项政策，使吴国立即成为了最富庶的诸侯国。一方面，吴国境内有大量的铜矿，可以铸造铜钱，使吴国的铜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。另一方面，吴国临海，便可以煮海水为盐，贩卖到全国各地。由此，吴国的经济逐渐变得富足，百姓也都非常的拥戴刘濞。汉景帝3年，削藩正式开始。首先是楚王刘戊，他到长安来朝见的时候，晁错就找了个理由，说他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偷偷淫乱，所以就将楚国的东海郡给削减了，以示惩罚。之后，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的时候舞弊，便被削减了6个县。赵王刘遂也因为犯罪被削减了赵国的河间郡。这时虽然还没有削减到吴国，但刘濞清楚他才是汉景帝最想削弱的，他便开始早做打算了。他亲自前往胶西，与胶西王刘昂秘密协商反叛事宜。他承诺事成之后，他愿与胶西王平分天下。胶西王也爽快地答应了，又主动去说服其他的诸侯王，相约一起起兵。不久后，汉景帝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故障郡和会稽郡。刘濞等的就是这一天，他接到诏书后，立即下令将吴国境内凡是朝廷派来的2000担以下的官吏全部斩杀。之后，召集吴国14岁以上、62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，很快便组织起了20万反叛大军。为什么是62岁以下的男子呢？因为此时他自己就是62岁。同时，他还派人去与匈奴、东越、闽越等地建立联盟，相约一起反汉。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西王刘昂、胶东王刘雄渠等6国的诸侯王也相继宣布加入刘濞的阵营。至此，7国之乱正式开始。那么，7国之乱最后是如何被平息的呢？7国之乱是汉景帝时期爆发的大规模诸侯王叛乱。那么，此次叛乱的平定过程是什么样的？反叛的诸侯王又都是怎样的结局呢？以错杀晁错及7国之乱的平定过程。公元前154年，即汉景帝3年，吴王刘濞联合了楚王、赵王、济南王、淄川王、胶西王、胶东王，以清君侧、诛晁错的名义发动叛乱，史称7国之乱。其实原本应该是9国之乱，可在发兵之前，济北王刘志被郎中令给劫持了，无法参与反叛。齐王刘江驴则突然间反悔了，也退出了反叛。胶西王刘昂便通知刘濞，让吴楚联军先行出兵。他们齐地的几个诸侯王先联合起来灭了齐国，然后就前来与吴楚联军会师。于是刘濞便从吴国起兵，将粮仓安置于淮南的东阳，率军西渡淮河后与楚军会合，然后便一起进攻梁国。梁王刘武是汉景帝刘启的亲弟弟，所以抵抗意志十分的强烈。可吴楚联军人多势众，经过轮番的猛攻后，终于在吉壁打败梁军，梁军只好退守都城睢阳。此时汉景帝和晁错都彻底慌了，他们没想到削藩的后果会如此严重。汉景帝问晁错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晁错竟然让皇帝御驾亲征，他自己留守京城，汉景帝也是无奈了。这时袁盎就对汉景帝说，叛军打的是清君侧、诛晁错的口号来反叛的，只要你下令杀了晁错，复还诸侯的故地，则兵刃之灾可立即化解。于是慌乱之下的汉景帝居然就接受了袁盎的建议，下令将晁错及其家人全都给斩杀了，然后封袁盎为太常，去找刘濞谈判。可当袁盎来到梁地，要和刘濞谈判的时候，刘濞却认为汉景帝软弱无能，立即就自称东帝，与西汉政权彻底决裂，连袁盎的面都不见，还差点将袁盎给杀了。当袁盎灰头土脸地逃回长安后，汉景帝才意识到他错杀了晁错。见谈判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汉景帝这才下定决心，只能用武力镇压了。此时他想到了汉文帝临终前对他说过，如果国家有难，可用周亚夫。周亚夫是刘邦的老臣周勃之子。于是汉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，去迎战吴楚联军，然后又派郦商之子郦季领兵去攻打赵国。
派栾布领兵去攻打齐地。窦婴则率军驻守荥阳，阻止齐赵两地的兵力支援刘濞。布置完毕，周亚夫便率领36名将军及30万大军从坝上出发。为了防止刘濞在崤山的狭窄地带埋有伏兵，他采用了赵奢的建议，走蓝田，出武关，然后出其不意地来到了洛阳。到了洛阳后，他又率军前往昌邑。从昌邑到梁国的都城睢阳，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。而此时，睢阳城里的刘武正在艰难地抵抗着吴楚联军。他得知周亚夫已经率领大军到达昌邑后，便立即向周亚夫求救，可周亚夫却不派一兵一卒。梁王再次派人求援，周亚夫还是拒不发兵。刘武心急如焚，又赶紧给哥哥刘启上书，请求支援。汉景帝下诏，命令周亚夫赶紧发兵救梁。可周亚夫却表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继续按兵不动。梁王无奈，只能让韩安国和张宇等大将继续率军拼死抵抗。周亚夫之所以不去救援刘武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正面与吴楚联军决战，会造成很大的伤亡，而且还没有必胜的把握。而他却有更好的策略击败刘濞。就在吴楚联军与梁军僵持的时候，周亚夫已经秘密地派出了一支精锐骑兵南下，夺取了泗水通往淮水的入口，成功地截断了叛军的粮道。这下刘濞彻底傻眼了，如果分兵去救援粮道，则梁国就一时无法得手了，等到汉军的援军一到，前面的进攻就都白费了。可如果不去救援粮道，他30多万的将士就有断粮的风险。最后，刘濞决定继续猛攻梁国，只要能拿下睢阳，那么梁国的粮食就都是自己的了。然而，刘武却凭借着坚固的城池拼死抵抗，吴楚联军依然无法攻下。于是，刘濞决定调军北上，转攻昌邑的周亚夫。周亚夫得知后，也立即率军去迎战刘濞，两军在下邑会面了，准备开始决战。然而，到了下邑后，周亚夫却坚守壁垒不出。他命令将士们，任何人不得妄自出战。刘濞这才反应过来，周亚夫是要和他打消耗战，可他已经粮草紧张，消耗不起了。于是他决定兵分两路，主动出击。首先，他派出一路大军攻打周亚夫的东南阵地，又使周亚夫派出精锐前来迎战。然后，他将自己的精锐之师偷偷地挪到了汉军的西北阵地，准备从这里趁虚一举杀入汉营，击败汉军。然而，他的计谋早已被周亚夫识破。刘濞的佯攻部队到达东南阵地时，周亚夫命令所有将士只可坚守，不得出击。当刘濞的精锐之师偷偷地来到西北阵地时，才发现周亚夫早已在此严阵以待了。于是，刘濞也不敢贸然进攻。可此时，吴楚联军是打也打不动，撤又不能撤，更重要的是，粮草已彻底断绝了，很多士兵被饿死，军心便开始溃散，大量士兵开始叛逃。周亚夫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他果断下令让汉军全面出击，向吴楚联军发起总攻。刘濞见情况不妙，丢下楚王刘戊，独自带着几千人向东南方向逃走了。楚王无奈，自杀而死。至此，吴楚联军变得群龙无首，纷纷地放下武器投降。刘濞则一路南逃，渡过长江后，到达了丹徒。在这里，他又收集了1万余名残兵败将，准备据江而守。结果还没来得及整顿防线，就被追上来的汉军给冲垮了。刘濞只能继续南逃，向东越王请求支援。可周亚夫早已派人对东越王威逼利诱，并贿赂了他。于是东越王便假装答应给刘濞借兵，让他前来劳军。等到刘濞一到，让早已埋伏好的杀手立即砍下了刘濞的人头，然后用快马将刘濞的人头送往长安。至此，吴楚联军彻底失败。再来看其他几个诸侯王。齐地的几个诸侯王先是联合起来攻打齐国，结果就一个临淄城，他们却打了2个月都没能打下来。等栾布率兵赶到，他们便被一击而溃。几个诸侯王也都纷纷地逃回了自己的封国，最后竟被各个击破。参与反叛的诸侯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，还没走出齐地，反叛就被平息了。赵王刘遂则异常的顽固，他联合了匈奴一起对付汉军，致使骊骑久攻不下。
等栾布搞定了齐地后，也移师北上支援骊姬。匈奴知道后，便主动撤走了，只剩下了刘遂独自迎战。于是栾布便引水灌城，刘遂兵败后自杀身亡。至此，历经了3个多月的七国之乱彻底被平定了。从此，诸侯王的势力再也无法强大起来，使大汉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走向巩固。在平息七国之乱的过程中，功劳最大的当属太尉周亚夫和梁王刘武了。那么，他们2人最终又是怎样的结局呢？刘彻作为汉景帝的第10子，又是如何成为太子并继承皇位的呢？王氏2婚，生下刘志，即汉武帝刘彻登基。窦漪房只生了3个孩子，分别是汉景帝刘启、梁王刘武以及长公主刘飘。老话说，老儿子、大孙子、老太太的命根子。窦太后对他的这个小儿子刘武是相当的宠爱，赏赐给他大量的财物，刘武便大兴土木，建造宫殿。他还到处的驰马狩猎，排场之状，胜似天子。国土更是达到了40多个县，府库的金钱、珠玉、宝器等比京城的还要多。七国之乱的前1年，刘武入朝，刘启与弟弟饮酒的时候，就对他说：“等我100年之后，就把皇位传给你。”刘武虽然表面上谦虚的推辞，可在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。窦太后知道后，也非常的高兴。那么，刘启为什么要将皇位传给弟弟呢？他是没有儿子吗？事实上，他不仅是有儿子，而且还非常的多。刘启一共有14个儿子，分别由6位妃子所生。可惜的是，没有一个是皇后生的。他的皇后是由他的奶奶薄太后给他挑选的博士之女。薄太后就是当年魏王豹的妃子，后来被刘邦宠幸了一次后，就生下了汉文帝刘恒。但这个博士却一直没有儿子，所以刘启也就一直没有立太子，这就给了窦太后和刘武希望。但后来刘启却反悔了，也有可能他压根就没有当真。总之，七国之乱的第2年，刘启就立了庶长子刘荣为皇太子，这让刘武暂时打消了念头，却给了刘飘希望。长公主刘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荣，希望她日后能成为皇后。不料刘荣的母亲骊姬因为讨厌刘飘，就断然地拒绝了这桩婚事，这让刘飘十分的恼火。然后他就去拉拢刘启的另一个妃子王志。王志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，比她更不简单的，那就是她的母亲臧儿。臧儿本是名门之后，她的爷爷就是当年刘邦分封的诸侯王之一燕王臧荼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刘邦2月称帝，臧荼10月就发生了叛乱。从此臧儿便家道中落，嫁给了怀里一个名叫王仲的平民，生下了1儿3女。儿子名叫王信，女儿分别是王志和王茂许。王仲死后，臧儿又嫁给了长陵一个姓田的人家，又生下了2个儿子，分别是田汾和田胜。等王志长大后，臧儿就把她嫁到了金王孙的家里，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，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取名为金俗。一切的变化又是从一次相面开始。给王志相面的是一个名叫姚翁的相士，他告诉臧儿，王志是个大贵之人，看他的面相，是个将来可以生下天子的女人。臧儿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就把王志从金王孙的家里给强行的接了回来。然后他又托了很多的关系，把王志送进了太子的宫里，成为了太子刘启的女人。金王孙原本是非常愤怒的，但他得知已将王志送给了太子，他也就没了办法。没想到的是，2婚的王志还非常的受刘启的宠爱，没多久就被封为了美人。之后便接连的生下了3个女儿。当王美人再次怀孕的时候，她就对刘启说，她梦见太阳钻进了自己的腹中。刘启听后非常高兴。而且更巧的是，刘启也做了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的爷爷刘邦对他说，这次生下的儿子就给取名叫智。智在古代是指猪的意思，直到现在的关中人还是把猪发成智的音。后来王志生下的果然是儿子，即汉景帝的第10子，取名为刘志。王志的身份也从美人升为了夫人。同时王志还把自己的妹妹王茂许也推荐给了刘启，也成为了刘启的妃子。在刘启的14个儿子当中，王志只生了1个儿子，
而他的妹妹王茂许竟生下了4个儿子。但他们都只是刘启的庶子，排行也不靠前，太子之位也轮不到他们的头上。公元前153年4月，庶长子刘荣被正式立为了皇太子。本来是个非常好的事情，可刘荣的母亲却偏偏得罪了长公主刘飘。骊姬拒绝了刘飘的提亲后，刘飘便去找到了王志，想把女儿嫁给当时只有4岁的刘志。接下来便有了金屋藏娇的故事。之所以说是故事，是因为在正史里并没有记载过，但因为流传甚广，还是需要介绍一下的。说有一天，刘志到姑妈家去玩耍，姑妈刘飘就把他抱在腿上逗他，指着周边所有的侍女，挨个问刘志想不想让他们做你的妻子呢？刘志都说不要。最后刘飘才指着自己的女儿陈阿娇问刘志，那让阿娇做你的妻子好不好啊？4岁的刘志便笑着说，若得阿娇为妇，当作金屋，助之也。于是刘志便与陈阿娇定下了婚约，刘飘和王志也就站到了同一个阵营。此后刘飘便经常在弟弟刘启面前说骊姬的坏话，同时还不忘称赞刘志。有一次刘飘对刘启说，骊姬经常让宫女们用巫术诅咒和唾骂皇帝所喜爱的妃子们。刘启听后便对骊姬产生了厌恶之心。再后来刘启生了一场大病，面对前来探望他的骊姬，刘启就想把儿子们都托付给他。于是便对骊姬说，等我100年之后，你可要好好的善待其他的妃子以及他们的儿子啊。没想到骊姬非但不答应，还口出恶言，这让刘启对他是彻底的失望了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废太子的打算，因为太子是国本，轻易是不能动的，而且窦婴和周亚夫2个重臣又都是太子的死党，所以他不得不谨慎的考虑。这时刘荣当太子已经2年多了，没有生育的薄姬如果继续做皇后就有点不合适了。于是公元前151年秋，薄皇后被废。这时王志就偷偷地指派大臣给刘启上奏，请求皇帝立即册封骊姬为皇后。这让汉景帝更加的气愤，因为给他上奏的官员是大行令，是掌管跟诸侯王有关事务的，而册封皇后这等事务跟大行令毫无关系。所以汉景帝就觉得他之所以甘心出面，必定是受了骊姬的指使，于是就对骊姬的不满终于到达了极限。他立即下令处死大行令，并彻底的疏远了骊姬。公元前150年正月，刘启正式废掉了刘荣的太子之位，改封他为临江王。这样太子之位就再次出现了空缺，窦太后和刘武也再次的燃起了希望。刘武便以探望母亲为名，立即来到了长安。窦太后也摆下了宴席，再次提醒刘启让他传位与刘武。刘启无奈，便找来了袁盎商议，袁盎便带着10几位大臣去劝说窦太后。他首先问窦太后，如果立了梁王为帝，那么梁王100年之后，帝位该传给谁呢？窦太后说，那当然是在传给刘启的儿子。袁盎便说，太后应该也听说过春秋时期的宋宣公吧？宋宣公也是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宋穆公，宋穆公死后也确实是将王位传给了哥哥宋宣公的儿子。可他自己的儿子却说，父死子继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于是便杀了宋宣公的儿子自立。就这样，宋氏最终是祸乱5世而不绝啊！太后是想让历史再重演吗？从此窦太后再也不提立刘武为太子的话了。公元前149年4月17，王美人被封为皇后。4月29，7岁的刘志被册封为太子，同时汉景帝也为他改名为刘彻。刘武知道后，就对袁盎等人非常的怨恨，于是他便与杨胜和公孙轨等人暗中谋划，派人去刺杀了袁盎等10多位大臣。刘启大怒，命人前去调查。调查的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指向了梁王刘武。最后刘启虽然没有处罚刘武，但也从此开始冷落和提防着他。公元前144年的冬天，刘武入京朝见，他请求可以在长安城多留些日子，却被刘启断然拒绝。刘武回到封国后便闷闷不乐。6月中旬得了热病，6天后便因病去世了。再来看周亚夫。七国之乱的2年后，周亚夫被升为了丞相。
但他当年不去支援刘武，刘武一直怀恨在心，经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，窦太后也就对周亚夫没什么好印象。周亚夫又是太子刘荣的死党，所以也就成为了王志和刘飘的死敌。有一次，窦太后想封王志的哥哥王信为侯，却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拒绝。再后来，匈奴的5个将军想归顺汉朝，汉景帝非常高兴，想封他们为侯，结果再次被周亚夫拒绝。汉景帝很不高兴，强行将匈奴投靠过来的5个人给封了侯。周亚夫就托病辞职，刘启也就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可周亚夫告老还乡后，他的儿子就偷偷地买了500副甲盾，准备等他死后给他陪葬，结果却被人告发谋反。汉景帝让人调查周亚夫的时候，他自己还并不知情，也就不可能好好的配合。于是负责调查的人就以为他是在赌气，如实汇报给了汉景帝。汉景帝很生气，又将周亚夫交给廷尉去审理。周亚夫实在是无法忍受如此的屈辱，便开始绝食抗议，5天后吐血身亡。公元前141年的正月17，刘启的病情越来越重，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便强撑着病体为太子刘彻主持了加冠典礼。10天后，刘启病死于未央宫，享年48岁，葬于阳陵。后人对他也是褒贬不一。苏辙曾评价他心胸狭隘，薄情寡恩，毫无容人之量，没法跟他的父亲汉文帝相比。史记评价他天下熙然，大安殷富。不管怎样，他在位期间经济繁荣，人民富足。他谨慎用刑，轻徭薄赋，倡导节约，与汉文帝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。至此，汉景帝走完了他的一生。他去世后，太子刘彻即位，即汉武帝。从此，大汉王朝便开启了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时代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